Hello guys，中午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谈论的话题是，我为什么当初选择加入公务员队伍，然后呢，又从公务员的这个体制内离职。然后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地方，享用我的午餐。看一下前面这个欧式建筑，就非常不错。这条河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的淡水河。但是汽车从这个桥上穿过时，这个桥在震动。是的，我觉得我找到吃饭的地方了啊！这里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当然对面也非常美丽。很好，我刚刚找到了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坐在这儿边吃边聊了。现在呢有很多虫子，其实我忘了拿花露水，然后经常有小虫子，一直有这个小虫子干扰。非常抱歉啊，由于室外虫子的原因，没法做到边吃边聊。这是我的腿，你看被咬成什么样子了？穿了短裤就是一个错误啊！另一条腿也是，就10分钟的时间，已经成这样了，太凶了！我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哎，只能默默忍受了。我刚刚买了一瓶花露水啊，我喷一点，能稍微好受一点，不求它能够完全恢复如初，对吧？不要太痛苦就好。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啊，有些消肿了。那请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尤其在夏天，在湿热的树荫里，一定有很多小虫子，一定要注意防虫，不要像我一样啊，被咬得这么惨。那好，这个话题呢即将正式开始。开始之前呢，说一个，我会在我讨论相关话题的这种栏目，我会像王局一样打一个那种红色的标。如果说主要是旅游啊，还和一些其他的轻松的视频，会是绿色的框啊，就是讨论政治相关的会是红色的框。当然，以我的见识和能力，我没办法去讨论一些公共事件，我只能说自己的经历、经验这些东西。当然，我现在敢保证，我所说的东西都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说呢，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或者我亲眼所见。好，废话不多说，我呢是2017年毕业的，当时学的呢是国贸专业。其实报这个专业之前呢，其实也不懂，因为高中的时候呢也没怎么上过网，那时候呢也好像没有可以协助填报志愿的老师。我当时呢是怎么选的？当时呢，其实我一直在纠结，反正我是要选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相关的，然后第一志愿呢，我填的是经济学，那第二志愿填的时候呢，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啊，看到了国际经济与贸易啊，然后这个名称呢好长，里面还有经济，就点上了，结果第一志愿就落选了，然后就是第二志愿中了。那由于呢在西北地区上学，所以呢我们那整个一个系一起毕业的一个专业大概有200-300人，那英语非常好的呢可能就占10%左右。所以呢当初我们2017年毕业前去浙江实习，主要呢就是做阿里巴巴的国际站。绝大多数人呢实习了2-3个月之后呢，决定放弃这个专业，就是做跨境电商、做外贸。说白了，甚至不用上大学，但是一定要英语好。我当时的英语口语是小白，所以呢直接选择了放弃。然后这个进入体制呢，其实有点机缘巧合。当时呢是新疆那边边缘的民族地区呢，跑到内地的各个高校来招一些学生啊，加入公务员队伍，然后呢去建设边疆。我当时选择加入呢，其实原因有3个。第一个呢，在我心目中大概占比30%左右，就是那颗为人民服务、奉献边疆的心。因为是大学生嘛，刚毕业的时候都挺热情的。第二个原因呢，也占比差不多30%左右，
就是呢，越落后地区的人越向往体制内。在我们西北，尤其是农村地区，公务员、老师、医生这些就是正式工作，其他的呢就是打工。大学毕业生呢最看不起的工作就是销售啊，是打心底里烦这个工作。第三个原因呢，占比40%左右，就是这个类型的入职呢不用笔试，只有一个面试，就考核你的政治合不合格，看一下你的思想意识坚不坚定啊。只要你坚定的选择去那边，家里也没什么其他的负担的话啊，你就通过了。确切的说，在此之前我还参加过国考、省考。有一次呢，笔试成绩是入围了，但是面试是没有过的。因为呢，我当时也确实没有办法。我当时收到的第一个 offer 是在深圳，但是呢，家里觉得太远了，而且呢，去深圳也是打工，又没有正式编制，所以呢，当时选择加入体制也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当然呢，也携带着那30%为人民服务的热情。然后呢，到了新疆之后，先是进行一个岗前培训，培训完之后就会分到各个县城的乡镇。我被分到的那个乡镇呢，和我一起的一共有4个人，就加上我是5个人啊，我们是一批。我们呢坐车从岗前培训的学校到县的人社局，乡镇的组织员到县人社局接我们到乡镇报到。然后呢，这个组织员就是给我们第一个开小会的人，他是先大概了解了下我们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所学专业等。我还以为他问所学专业就是为了安排到我们到不同的那个办公室。然后呢，接下来他问的才是最重要的点，问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家庭背景以及3代以内的亲属关系。主要突出就是有没有干这一行的，有没有在体制内当大官的，有没有处级以上的领导。我呢只记得其中有一个说他的一个什么叔叔在哪里是一个就是正科的一个职位，其他人呢都是平民家庭。然后呢，他就先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他就说呢，如果你有背景啊，你可以在这儿跳，没问题。但是呢，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别给我玩什么幺蛾子，不然你会很难看。这是他的原话。我当时听着其实有点闷，后来我才明白什么意思。然后呢，我就被分到了农村经济办。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去就给他发烟的人，他是在内地，就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2-3年，然后这次去就主要是为了当官啊，自己他就给我们私下是这么说的。然后呢，他被分配到了那个党建办、党政办，他是离大领导最近的人。一个乡镇的大领导呢，就是乡镇的书记。我呢，虽然在农村经济办，农村经济办的一把手是乡的人大主席，但是呢，当时是搞扶贫，我呢，其实具体负责了扶贫的工作，我成了乡扶贫办的一员。扶贫办的领导呢是常务副乡长，是个少数民族的女性同志，还有个男性的副乡长，他专管的是扶贫项目。我是最讨厌那个人的，虽然我的直属领导是那个常务的副乡长，但是这个汉族的副乡长呢，他手底下有2个人一个女生是汉族，还有一个男生是少数民族。然后呢，他每天都会骂那个少数民族的男生，当然那个男生业务能力也会比较差，但是那个骂的话非常难听，就是那个话是怎么脏怎么来啊，就非常脏的话，什么傻逼之类的都再寻常不过了。新疆有句脏话叫卖钩子。然后呢，那个民族男生的名字后缀啊叫赛买提，就某某某赛买提。然后呢，他就直接叫那个男生卖钩子，天天就是这个卖钩子去哪儿了？然后呢，卖钩子你连发个羊都发不清楚吗？因为当时的扶贫项目有给贫困户发羊的这个项目，具体的故事呢就太丰富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刚才呢我说了我入职公务员的原因，现在呢就说一下我为什么离开这个队伍。主要呢有2个大点，一个呢就是没办法维护我的理想信念，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我个人而言也没有什么发展。那为什么说维护不了我的理想信念呢？人呢其实就是这样，工作稳定的情况下就特别想干一点什么，干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在当地呢，一个领导就是一个土皇帝。我入职大概1个月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县的土皇帝，乡镇党委书记呢就是一个乡镇的土皇帝。作为一般人员，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呢，主要是围绕服务领导展开的。从工作内容的占比来说，我觉得只有大约10%是直接对群众负责，而90%呢，就是对自己的领导负责。
工作呢其实每天很忙，每天加班到深夜，只知道是把这个表要做完，然后把这个材料要写完。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自己又什么都没干。因为呢，我熬夜写的那个材料，就是我的领导为了迎接更高的领导而准备的汇报材料。还有一个呢，我主要负责的是扶贫嘛，我的实质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扶贫的档案、信息数据库这些工作。日常的工作就是填表报数、维护系统、他就已修经是改系统，副科了，让这个系统呢变起来合理。而且呢，扶贫政他已经是策为了政科党委脱贫嘛，书记了。我们的政策呢是动态变化的，经常会变，牵一发而动全身。上面有一个什么新点子，底下修改的资料就有一大堆。其实呢，就我的观点来看，无法做到精准施策、精准脱贫。大多数领导呢做的其实就是一刀切，因为一刀切非常容易。我的工作呢就是天天改档案、改数据、改所有的印证资料，特别像呢古代史官的一个工作。但我是个报喜的史官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呢要通过我这个资料呢，看出当地领导是领导有方，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推进这个扶贫政策。领导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的扶贫是有痕迹的。虽然呢上面说要反对留痕，反对留痕，实际上呢做30%左右的实事，留70%多的痕迹才好。在当地呢其实有很多军转干部，县乡两级呢军转的一把手有很多。当然呢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有优势的，但是呢如果说搞经济建设，我觉得呢并不是他们的强项。你要知道，乱政比懒政更可怕。懒政呢大不了就等于零，乱政呢那完全是负效应。而我呢一度为这种负效应增砖添瓦。其中呢我走访的一位贫困户说，他觉得我们每天工作很忙，但是呢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忙什么。别说我都不知道我在忙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个人的发展。由于我的性格等诸多因素呢，我觉得我在那儿前途渺茫。我呢其实无法适应官场。第一，我从不抽烟；第二，我几乎不参加酒局。我最后一次喝酒呢是大学毕业前和大学同学，而且呢喝的是啤酒，白酒我就根本就喝不下去。我的亲人中呢也没有政府的高官。作为一个普通的本科学历的大学生，在这个行业的话，以我的这种情况，正科到头，就是如果说我到退休，有可能能到正科，有可能还不到正科，也只是待遇而已。因为他是专科毕业嘛，也不知道是怎么考的毕业的，就是他19岁大专就毕业了。然后呢，在我入职的头一年，他就已经是副书记了。然后在我走的那一年，他已经变成了正科的书记。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一个叔叔亲叔叔是隔壁县的副县长，是常务副县长，即将退休了。但是呢，我觉得以他的基础，最多也就到一个正处的级别。虽然他的起步非常早，但是呢，也可以判断出来他升职的上限在哪里。另外呢，还有2个次要原因，就是一个是我的身体状态已经不行了。我们当时要天天去值夜班，值夜班的话，不是说你是固定时间，而是比如说今天你是凌晨2点到4点，那明天你就是4点到6点这样去轮换的，就会经常熬夜，第二天还是正常上班的。同样呢，2017年到2019年都是高强度的工作，扶贫维稳，2019年底还有一个抗疫，对吧？所以呢，你看我的头发就是在那3年当中集中掉光的。2020年我离开新疆之后，这个头发基本就定型了，就是一个地中海，就是一个秃头。再看一眼。然后呢，我患上了中度抑郁症当然这些都是在医院核实查明的。我离职呢用的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喜欢的一个女生也在体制内也在那同一个县。然后呢，她是县制单位的，然后在我们的乡镇下沉，是个下沉干部。因为呢，当时在整个工作的县，女性干部也就占个20%左右，而且汉族的更少。当然呢，这个女生长得还是挺漂亮的。当时呢，我觉得跟我关系还是挺好的。但现在想过来呢，同时追她的人没有10个也有5个了，所以优胜劣汰，我就被淘汰了。追求了2年多也没有牵过手。
所以呢，我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度抑郁。我离开之前呢，我们同办公室的一个男生结婚了，他的对象呢，跟我们那一个乡镇的3个人都谈过，而且呢，都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可见女性资源的紧张。还有呢，我们当时岗签培训的时候，我是副班长，一个比较漂亮的女生是班长，然后那个女生分到乡镇大概2、3个月吧，就被上调到市级单位了，可能是工作能力比较强吧。所以呢，各个因素综合下来，我就是中度抑郁。事业上不得志，情感还受挫我当时真的感觉人生没什么意义了。和家里呢很久才能打上一次视频，因为我一直很忙。等我下班之后呢，内地的时间就到了12点左右，父母都已经休息了。和家里打通视频呢，他们看到我的头发越来越少，再加上我的状态情绪也非常不好，多次呢希望我赶紧回家，觉得呢做什么工作也就是个劳动，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呢对铁饭碗渴望的心也就放下来了，所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回家了。不然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不知道当时会做出什么傻事来。我呢是2019年的7月份提出的离职当时的主管领导都不同意一直是用人之际，对吧？一直缺人。当时呢确实挺缺像我这种只干活的人。我连续3年呢考核都是优秀就相当于一个3等功，对吧？在19年底评副科的时候，我还提名入选了，说是工作突出，不用等到4年就获得了资格。实际上呢也是陪衬。在此之前呢，我就知道领导心目中的人选了。然后呢，在2019年底，乡镇的领导虽然同意我辞职了，但是这个信息呢还没有往上传递就发生了疫情。然后呢，我就又忙起了疫情的这些什么数据人员核查这些工作。然后呢，一直拖到2020年的4月份，武汉解封了，我就什么都不管，直接就跑回内地了。领导也不能抓我回去，是吧？当时呢，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希望我回去，说是可以给我请1、2个月的假。当时呢，我的工资一直延发到了2020年的6月份。回内地之后呢，我就给上级的组织部写信说明我的身体情况，然后我不干了干不了了。然后呢，在2020年的12月31号我得到了被辞退的通知县级组织部发的辞退通知，原因是我未满服务期限。也就是说呢，新入职的公务员他有5年的服务期，在服务期满之后呢，你才可以辞职就是没有处分的辞职。在服务期内呢，只能被对方辞退不能主动去辞职。所以呢，给我的文件写的就是辞退，5年内再不能进入体制。还有一点呢，比较离谱的就是我是2017年入职的时候写了2次入党申请我要加入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当时呢没有得到组织的认可，说我的思想觉悟还有待提高，对吧？还要锻炼2年我也就没再管了。然后我离职回内地之后呢，分管党建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办理了我的入党，我人都不在，已经办理了我的入党，拍了照片给我，已经公示出去了太好笑了，连那些资料呢都是帮我做好了，我享受了极高的待遇然后呢，回内地之后，我其实还当时做了一个为什么从公务员队伍离职的视频可以看一下。9月1号呢，在 B 站发的公务员工资福利的视频，在9月13号有领导观看了，并且还评论了我也没想到所以呢，专门做了一个 PPT 来补充说明一下相关的事情。Nice。尤其是关于我铁饭碗辞职的问题。PPT 的模板呢是网上下载的我想分为3个部分来讲。首先是偏远地区基层公务员适合什么样的人第一肯定是体格硬朗，请鞭笞我吧，恭喜！有政治抱负且对边疆有情怀的人，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你善于交际，喜欢安静的村庄，你热爱劳动，也热爱深夜里的网易云。那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第二就是体格硬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喜欢稳定工作，在内地或者发达一点的地方考公务员，确实能力有限，考不上。
然后男女朋友双方达成一致，那么基层欢迎你，大概率你们会过得很稳定，无论感情还是生活。还有呢，就是我当时没有参加笔试就去的，现在应该好多还是不用笔试就可以去，只要你要去的意愿强烈，家人也支持就可以啊。或者说你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就可以在所在学校的2级学院啊，然后去咨询一下。第三就是体格硬朗，喜欢安稳，没有太强烈的赚钱欲望，钱够用就行。我对这没有兴趣。偏远地区的房子也便宜，而且个人的老病死也有政府兜底。但是我还是不太建议条件一般的男生独自去啊。这个条件呢，就是外在的这种，对吧？都懂啊。记得我们当时一批去了来自全国的800来号人，只有150个左右是女生，而且这150来个女生基本上都是情侣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过去的，小半年内单身的女生也就清零了。现在绝大部分都结婚生子了，剩下的650来个男生，5%的异地恋仍在维持，还有5%的男生与本地的女生在一起了，剩下的90%的单身汉就只能干熬了，有的熬不下去就跑路了，大多数试用期没过，就是1年都没到就走掉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喜欢宁静的小地方，只要家里人愿意，去了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如果你是女生，你的岗位一般会是财务之类的，甚至会借调你到上级部门，就是相对来说，身体上是要轻松一些。个人问题呢也很好解决，因为你有足够多的选择。然后就是我实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里给大家看点我工作期间手机录的小视频吧。他们上车了，我们说了，给钱。刚刚我拿着表去找我的评论户，然后填表，结果呢他不在家里，听邻居说他在地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最后找到人问说是他去县上去了。最后就是我为什么辞职，是不是单身太久熬不住了，实不相瞒，是。原因呢是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就是越来越难以适应工作的要求了，而且这可能还会处于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我是2019年底提交的辞职报告，今年6月份算是正式辞职，工资也停掉了。因为我才3年嘛，确实没有满服务期。根据19年的新规，公务员的服务期都是5年。那我也不想因为身体原因长期处于一个休假的状态，所以说呢，铁饭碗真的很铁。公司不养闲人，所以公司呢不是铁饭碗。后来呢，我自己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做了大概1个来月，确实发现呢还是非常困难。后来我又离职了，所以呢，目前的状态就是无业。然后呢，关于公务员这个话题，自己确实只知道偏远基层的一些东西，不再专门做了。如果大家觉得有问题，可以放在评论区，我可能会以读评论的方式来给大家做统一的解答。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不然因为呢有些话不能说，当时我删除了很多，然后只保留了一部分身体状况不好的原因。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为什么选择加入公务员队伍，然后又从公务员这个体制内离职的原因。那我现在呢还是会关心政治，只不过关心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我更关心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但现在呢会更关心某一个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呢这个政策所带来哪些民生问题，有何利弊等。好了，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还没完啊，刚刚呢看评论啊，补充一点，就是我呢是之前的视频呢是用手机录的，所以呢我的那个镜头在另一侧啊，我并不是在看那个
什么字幕啊，我还没有手稿啊，只不过我的那个镜头在另一侧，感觉好像我在看另外一边一样啊，我是看镜头中的自己。补充一点啊，就是我在工作期间发生在身边的这个腐败的案例，非常清晰的有3起。第一起呢是我在扶贫，在一个村子里面，头一天跟那个同事呢是咱们少数民族的同事，然后呢跟他在做档案，第2天呢他就被带走了，说他与大概10几年前的一起那个扫黑除恶有关啊，因为他已经50多岁，快退休了，说是他是其中的保护伞啊，然后呢他后面被判了10几20年的样子好像。另外一个呢是到另一个村儿，他的驻村的第一书记，就是从县局里面下到这个乡镇驻村的第一书记啊，是县教育局的局长。然后呢他发生了什么呢？就是那些女教师啊之类的入职的时候，他就是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啊，有好几个，然后呢就被举报了，他也被带走了。后面的结果呢我们没知道，我不清楚，因为开大会的时候只讲了他这个事件，没有讲他的具体处置结果。另外一起呢是我回到内地之后，然后在那个去年2023年的年初啊，我们当时分管扶贫的常务副县长落马了，他的主要主政其实当时是负责我们那一个县的扶贫工作。当时呢我们好多做材料的那些模板有一部分就是他那儿出的啊，这也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果循环啊好吧，就这样，我们有缘下期再见。